我爸的私生子和我妈的私生女同时上门，一个想把我撵出公司，一个想把我撵出家。我看着餐桌旁一言不发的我爸，和撵着佛珠装瞎的我妈，一把掀翻了桌子。想让我不好过，那你们也别过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半个月末回家，家里出现2个不速之客。我爸的私生子和我妈的私生女一起登堂入室了。长方形餐桌旁，我左手边坐着我妈的私生女秦暖，右手边坐着我爸的私生子许明义。见我没有什么反应，我妈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明哥，你们兄妹3人坐在一起，真是养眼呢。”我爸立马附和：“是啊，一家人就要在一起。”爸妈相互如仇人一样生活了10几年，没想到因为我2人还联手了。我吐出嘴里嚼不烂的牛腩，只觉得家里的菜怎么做得这么恶心。没了胃口，我擦擦嘴角道：“说吧，把这2个东西弄回来，恶心我干什么？”对于我的话，爸妈早已习惯，只是这2个私生子女还不适应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小暖？许明哥，你说谁东西呢？我是你哥。2个人，2种风格，倒是符合我对私生子和私生女的刻板印象。我爸在桌子下用力扯了许明义，然后转脸对我笑道：“明义和暖暖已经由我和你妈做主接回来了，都是咱们家的血脉，总不能一直在外面。”我没有理我爸，而是看向我妈确认道：“妈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”我妈讪笑：“大家的意思，大家的意思。”我点点头：“好啊，你们都没意见，那我自然也没意见，就是他们住哪间房，需不需要重新装修一下？”见我松口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我妈语气轻快道：“不用装修，明义住1楼那间大客房，至于小暖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家其他客房都有点小，就让他先暂住你那屋了。你今天回来，正好和小暖一起，你们姐妹俩说说话。”我扯起嘴角，站起身。半个月末回来，房间都给我占了，是不是不生气就把人当傻子呢？我在他们疑惑的眼神下掀起餐桌一角，用力掀翻餐桌。啪！大理石岩板混着菜汤碎了一地。我爸和许明义身上也莫能幸免，热气腾腾的排骨山药汤直接浇了他们一身。啊！你疯了！你干什么？我妈的尖叫声和我爸的质问声同时响起。外面的佣人闻声赶来，却都不敢上前。孽障，你是不是要造反？我冷冷地看向我爸，只觉得他这人真是记性不好。他的反，我早就造了。我挽起了长发，从酒柜下面抽出棒球棍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离开餐厅，坐电梯上2楼。透明的电梯让我能看见我妈惊恐的神色。她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没多久，楼上响起玻璃碎裂的声音。我卧室里的衣帽间被砸了个粉碎，从前那些素净的衣服被挤在角落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小香风、小礼裙。我扯出这些衣服扔在卧室中间，包柜里还有几支粉色香奈儿和爱马仕。我掏出打火机，拿了一件真丝裙点燃，火焰着得极快，快到我妈和秦暖上楼时，正好看见火蛇吞噬那些包。不要！我的包，我的衣服！秦暖哭着喊着想要扑进火堆，被我妈死死拦住。随后赶来的2个男人见状去找灭火器。
我爸找灭火器之前还不忘骂我一句孽障。人都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的。自从我成年后，没有一个人骂我不需要付出代价。还记得去年超雄在网上流传时，我爸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基因。当时他跟家庭医生反复确认，女人就不能超雄吗？他甚至怀疑我的基因。后来他学会了那个词，他说我是天生的坏种。我很冤枉，我也没做什么，不过把他的秘书踢流产，把找上门来的女大学生骂退学，把他的帅气男助理送去非洲。他荤素不忌，我就帮他荤素全忌。楼上一片火热，我在楼下也莫闲着。许明义倒是不喜欢包和衣服，他的房间东西也少，倒是省事了。等他们在楼上灭完火下来找我时，我正在卫生间冲马桶。许明义的电脑被掰成了4块，平板被穿了个洞，硬碟和相机全都被我砸得粉碎，扔进了马桶。看见马桶里的残渣，许明义脸色瞬间涨红。贱人，我要弄死你！说完就攥着拳头冲上来，那副样子好似真想把我打死一样。我猛地蹲下，从他腋下躲过，顺便还给了他当下一脚。学了这么多年泰拳，防的就是这种末品的男人。许明义捂着裆部，瞬间偃旗息鼓。那一脚的轻重我清楚，末半小时是起不来的。我拍了拍手，解决完小的，该解决老的了。我爸忙着叫家庭医生来看许明义，我只好先找我妈。我笑着看我妈，妈，你想把秦暖接回来一起住？我妈连忙摆手，明哥，妈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也知道这些年妈一心扑在你身上，为了你连美容都不做了，整日在寺庙祈福。你妹妹这次就是受你爸生的那个畜生挑拨才会找上门来，妈这次一定好好收拾她。自从我18岁以后，我妈总是要去烧香拜佛，说是要替我偿还业障。笑死！要不是看见她在去佛堂的路上拐进白马会所，我还真信了。我念我妈不容易，嫁了个重马男人，还生了个我这样的闺女。所以在收拾我爸时，我对她留了一线，可不能用我的善良来伤害我啊。我勾了勾唇角，笑得极为大度，妹妹的事我可以不计较。我妈刚要松口气时，紧接着听见我道：听说弟弟要上初中了，国内教育资源那么差，不如去国外吧。我想想，以色列怎么样？我妈睁大眼睛，刚才还跟我上演的母女情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疯了！小宝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想把小宝送走，除非把我杀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喊打喊杀成何体统？法治社会，我这不也是想让弟弟经历更好的教育吗？我叫来贴身保镖，订张明天飞以色列的机票，去香山别墅18栋把秦安接过来。这一走不知道几年，你们母子今晚好好团聚一下。我妈眼中瞬间充满惊恐，吓得眼泪都忘了流。她以为自己把秦安藏得很好，没有人知道她的住处。为了保护这个儿子，她恨不得1个月才见上一面。这下她是真的知道怕了，哭着喊着抓住我的手臂：明哥，这是你亲弟弟啊，他才12岁，他什么都没做错。我皱眉，用力抽出手臂，见他哭得撕心裂肺，我到底还是心软了。保镖还在我旁边候着，我改了刚才的指令，以色列的机票别订了，订德国的。说完，我不管我妈的鬼哭狼嚎，直接离开。去找我爸时，发现他正在打电话，不知道电话那边说了什么，只听见我爸说什么疯了。我悄悄走近他，一把抽出他的手机，看着电话上白玉2个字，我笑弯了眼。白阿姨，有时间来家里玩啊，许明义怎么没把你带来呢？
我等了半晌，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，一看通话已经被挂断。我把电话扔给捂着心脏大口喘气的我爸。怎么混的，小老婆都敢挂你电话了？我爸不停深呼吸，那副样子好似要被我吓过去了。他平复半晌，才咬牙切齿地开口：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名义都被你害成这样了。对待我爸，我可没有那些好颜色。我冷哼：害成什么样了？再有下次，我让他断子绝孙。爸，你知道的，我说到做到。孽障，你就是天生的坏种，我许红姨是英明，怎么生下来你这么坏的女儿？我冷笑：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亲子鉴定你都做了800回了，怎么还不相信我是你女儿吗？听见我们争吵，许明义一瘸一拐地从卧室里出来。许明哥，你是爸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？我瞥了一眼蠢得冒泡的许明义，每次见面他要么就拿哥哥的身份压我，要么就拿我爸压我，他除了这2样拿不出来别的了。我一直以为只有父母双方都是蠢货，才能生出你这种蠢材，可前2天见过你妈之后，我发现她比你们聪明多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原来只有父亲一方是蠢货，就能生出你这种蠢材啊。许明一听后反应极大：你陷我妈了？你见我妈做什么？要不说她是蠢材呢？巴不得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妈是他的软肋。我勾唇：陷你妈自然是为了弄死她。你敢？许明一听后又想上来打我，但他的大幅度动作扯到了自己私密部位，直接跪在地上。我爸一看这情况，赶忙又叫家庭医生，一时间兵荒马乱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没心情和他们在这磨叽，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爸，徐雅晴的生活费这个月就断了。爸，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再续上？我爸怔怔地看着我。徐雅晴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存在。白玉是我爸的初恋，当时怀孕了带球跑，给我爸生了一对龙凤胎。这些事我爸一直都不知道，直到俩孩子上大学了才知道。徐雅晴直接出国留学了，许明义留在我爸身边，选择了本市的学校。我爸把徐雅晴藏得很深，凭我自己可能真挖不出来，但这一切都是爷爷告诉我的。从白玉生下许家血脉开始，爷爷就知道，人都是有软肋的。我妈的软肋是秦安，许明义的软肋是他妈，至于我爸的软肋是许明义和许雅晴。出了门，别墅外停着一辆阿斯顿马丁。见我出来，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，我的未婚夫姜文轩。他笑得活像只勾人的狐狸，最近弄了瓶好酒，今晚有没有时间赏光？姜文轩那张脸实在养眼。香车、美男，还有好酒，我没理由拒绝。我的未婚夫是爸妈千挑万选出来的。姜文轩不仅长得帅，条件好，学历高，从小接受国外教育，待人彬彬有礼，还从不拈花惹草。在我爸妈眼中，这简直是完美男人。他们希望我能对他一见钟情，为了他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太可笑了，两个薄情的人妄想生出个情种。我名下的美妆公司即将要融 C 轮，我忙得脚不沾地。姜文轩来看了我几次，见我是真抽不出时间，就莫再打扰。等融资的事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已经是2个月后。这2个月我爸妈格外老实。秦安被送去了德国，我妈虽然闹了2场，但也无奈接受。而我爸那边反而消停的有些诡异。兴盛集团每月1次董事会，我爸神清气爽地坐在我下手。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不免有些好奇他是不是又养了个小老婆。
集团发展了几十年，到我手里基本延续着爷爷还在时的风格，以实业为主，科技为辅。在这个众多公司都在大刀阔斧改革的时代，我选择了保守经营。不是决策问题，而是这个集团经不起改革。什么好集团能经得起这群心眼子比毛孔还多的老东西的搅和？开完例会，我爸单独留了下来。跟那日一口一个孽障不同，他难得对我有笑容。明哥，最近有没有吃好饭啊？爸看你都瘦了。我皮笑肉不笑，有屁快放。他啧了一声，爸这不是关心你吗？对了，我听文轩说你的华美在融 C 轮，总跟我喝酒那个李叔就是天元资本的，要不给你介绍介绍？能跟他总喝酒的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再说，我当兴盛的董事长这么多年，用他给我介绍。我不再理他，起身要离开会议室。一打开会议室的大门，许明义跟个门神似的站在大门口。他堆起假笑，早啊，妹妹。莫等我说话，保镖一把他拽开。我再没了耐心，冷声道，再不说就把你们都扔出去。我爸看我动气了，也不再演戏。明哥，你也知道雅琴的存在了，爸之前一直都没说，就是怕你生气，但雅琴是你亲姐姐。听到他说徐雅琴，我转头看向他，眼里没有一丝温度。雅琴在英国学的是金融管理，前段时间也毕业了，我想着让她回家帮帮忙。你姐姐可不像这臭小子，她是正儿八经的金融硕士，为了咱们家拒了好几家国外公司的邀请。集团这些年也难，有这种人才当然要自己用。你看，销售部总经理的位置空着，让你姐姐来吧。她看着我的眼神甚至有些小心翼翼。这么多年，她骂过我，打过我，恨过我，畏惧过我，但从没小心翼翼地看过我。多可笑，为了她另一个女儿，她竟然能低三下四，小心翼翼地求我。我勾唇，笑意不达眼底。好啊。我18岁那年，爷爷心脏病急发去世。去世前，他只见了我一人。爷爷去世不到1小时，我奶带着二叔把我软禁在老宅，让我爸拿名下所有股权来换我。我记得奶奶只给我爸1天的期限，可整整3天都没有我爸的身影。第3天，张律师带着爷爷早就立好的遗嘱去找我爸。看见遗嘱的内容，我爸才火急火燎地来老宅救我。他到时，我已经被饿得就剩一口气。爷爷将他名下29%的股份全部留给了我。现在想想那天的情景，我还是想笑。上一秒还要把我饿死的奶奶和二叔，在看到遗嘱后立马变脸。甚至那老不死还把自己的千年人参找出来让我补补。我爹更甚，俨然一副慈父面孔，为了我大逆不道的报警抓了自己的妈和弟弟。那时我就知道，正常人在这家里活不下去。我休养期间，我爸一直哄骗我将股份转移。在马尔代夫和小情人度假的我妈也专程回来，就为了我那些股份。我答应了。之后在爸妈放松警惕时，偷跑了出去。等他们找到我时，我已经在本市最好的律师团队的公证下立了我的遗嘱。若我意外死亡，将会把股份和名下财产全部变现，捐给慈善机构。也就是说，要是我死了，我爸妈一分得不到。靠着我爸那3%的股权，他早晚坐吃山空。从那以后，许家便是我当家。让我不高兴了，谁的脸上也别想挂笑。徐雅琴当天就回了国，秘书把他们一家4口团聚的照片给我看。照片里，徐雅琴穿着干净利落的白色西装，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看着极为成熟知性。从她的资料里不难看出，她继承了白玉的脑子。
从小学习优秀，在知道亲爹是许宏后，没有一丝犹豫让他出钱出国留学。往往聪明人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但也只有聪明人才会不自量力。周一，徐雅晴坐着许宏的车来了兴盛。一路上，她不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大方得体。甚至在人事给他领到销售部专员的工位上时，他也只是诧异了一瞬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刚跟新来的销售部经理谈完，就听到秘书说许宏来了。他气势汹汹地冲进我的办公室，见我正摸悠闲，瞬间怒火中烧。孽障，你让雅晴去做什么？他一个金融硕士，怎么能去跑那种业务？外面风吹日晒，雅晴怎么受得了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爸，兴盛不是过家家，没有刚毕业的学生进来就能当经理。许明义当初也进来跑业务，为什么他不行呢？当初许明义想进公司，许宏就想给他弄个总监当，我也很大方地让他进了公司。虽然是私生子嘛，但总归是自家人，要放在眼皮子底下才放心。但怎么能一进公司就当总监呢？我和许宏说，先下基层熟悉业务，不然以后晋升时大家都知道你是关系户，怎么能服众？许宏虽舍不得儿子吃苦，但他也在商场经营多年，明白这个道理。一听我提许明义，许宏更生气了。你别说明义，3年了，他还在销售部跑业务，你不是说从基层做才能晋升吗？怎么他不升啊？我眨了眨眼，歪头答道，那还不是因为他没本事啊。那你怎么不去基层？我笑了，笑许宏的天真。爸，你是不是年纪大了脑子不好？我有兴盛29%的股份，谁敢让我去基层？如果你把股权分给他们，他们也不用去基层了。许宏不说话了，让他把股权分出去，那就是要他的命。他气势汹汹地来找我，败兴而归。徐雅晴和许明义姐弟俩能一起在销售部跑业务，也算一段佳话。整个公司，销售部可以说是最累最苦的部门。我没有受益，但公司里的人都是人精，自然把最累的活都留给这姐弟俩。许明义四肢发达，脏活累活还能忍受。徐雅晴就不一样了，她苦苦坚持了2周，终于崩溃了。中午12点，我刚来兴盛，就被她拦住。她咬着牙，倔强地看着我，我们谈谈，妹妹。妹妹2个字，她咬得极重。我摘下墨镜上下打量她，她比第一天回来时黑了些，脸上那股云淡风轻的劲也散了不少。可眼底的高傲与优越感还是那么浓重，不知道她在优越个什么劲。我把墨镜重新戴上，保镖马上把她拦到一旁。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谈谈？我的身后，徐雅晴终是忍不住喊出声，许明哥，我和你一样身上流着许家的血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我头都没回，全然无视他。在我无视他后，他没再找过我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听秘书说他在销售部的人缘不错，总是给部门同事点咖啡，即便撞到有人议论他私生女的身份，也能和善应对。很多人都对他有了改观。慢慢的，公司流言四起，都在说我心狠手辣，为难自己哥哥姐姐。更有甚者，将我妈说成是拆散许宏和白玉的第三者，徐雅晴和许明义才是正统继承人。茶水间内，一女孩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多么恶毒，徐雅晴多么善良。听她说完，我默忍住笑出声。一瞬间，整个茶水间鸦雀无声。我看了那个女孩的工牌，是销售部里和徐雅晴关系最好的同事。冲着茶水间里的员工点点头，我没说什么，带着人离开。今天本来就是来视察销售部，我身后跟着销售部所有领导。
我倒是有些失望，徐雅晴就这点手段，就算全公司上下都被她收买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人是傻子，他们知道是谁在给他们开工资。视察完部门后，我给姜文轩打电话，我们也1个多月没线了。电话那头有些嘈杂，姜文轩声音抱歉道：“明哥，今天我有事，过几天忙完了我找你。”我表示理解，姜文轩继承公司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他有同样不凡的大哥一同竞争，但他哥姜文凡不顾家里反对，娶了家境一般的女孩。若不是因为这点，姜文轩争不过他哥。可我没想到，当天晚上在扎兰会所里，我见到了这位很忙的未婚夫。平时我很少来这个会所，今天正巧朋友在这过生日。我刚进会所，就看见了徐雅晴的身影。中式屏风后，徐雅晴一身旗袍勾勒出她婀娜的身姿，能看得出她精心打扮过，一举一动都美得不像话。从里面包间走出一个身材颀长的男人，我歪了歪头，姜文轩的脸猝不及防地映入我眼帘。文轩哥。姜文轩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低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徐雅晴非常自然地挽上姜文轩的手臂，两个人笑得甜蜜，一起走进包间。我没有进会所，而是独自回了车上。我和姜文轩已经订婚1年多，这1年姜文轩堪称一个完美的未婚夫。我一直认为共同的利益要比一切感情稳固，可他怎么拎不清呢？第2日一早，姜文轩和徐雅晴的照片登上娱乐新闻最大的版面。私家侦探一晚上就把他们的事挖了出来。他们通过许红相识。回国后，徐雅晴本来胜券在握，她觉得我这种不学无术又嚣张跋扈，靠着股权推上位的废柴肯定不是她的对手。可没想到，她连跟我面对面的资格都没有。她妄想从公司内部瓦解我，先和员工搞好关系，再散播谣言，与此同时接触姜文轩，抢走我的未婚夫，真是幼稚的可笑。早上9点，商务部通知姜氏一切在谈专案中断，之前所有合约到期后也不再续约。9点20分，秘书来通报，姜文轩来了。舆论疯狂发酵，姜氏2公子竟出轨未婚妻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字眼挂在头条。一夜之间，所有人都认识了我家这个私生女。姜文轩那边撤不下去热搜，只能买热点曲线救国。但可惜，舆论的走向是由我控制的，别管今天爆出多大的瓜，都压不下这个热搜。秘书带着姜文轩进来，他慌乱地向我解释：“明哥，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，你听我解释。”我抬手打断他：“姜文轩，在其位谋其事。”姜文轩一怔，我慢悠悠开口：“我以为你足够清醒，才会在明知道你和许红有交易的情况下和你订婚，可没想到你也像他们一样蠢。没本事还出轨的人会有什么下场，你知道吗？”姜文轩，趁着我现在心情好，滚吧。姜文轩脸色青红交错，他许是没想到我会对他说这么不留情的话，可他忘了，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讲情面的人。沉默片刻后，姜文轩突然恶狠狠道：“明哥，你根本没有真心。”真心？我怎么没有？我最真的心，就是我的野心。我嘲讽地看着他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想要我的真心？”秘书进来送客。姜文轩离开时脸色铁青，他刚走，许红就冲了进来：“你赶紧把热搜撤了，雅晴都被人骂成什么了？”我摇摇头：“不行哦。”见我这副态度，许红瞬间怒气冲天，将我桌子上的当全部扫落。“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你姐姐不过就和文轩一起吃个饭，你看看热搜上说的是什么？小三。你知不知道这对雅晴会有什么影响？公司的人怎么看她？赶紧把热搜撤了，再把雅晴升上去，这几个月都把她搓磨成什么样了？还有名义，让她给雅晴做副手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样的人才你不善用，反而因为自己嫉妒把他们弄到基层，自私自利。真是个小姑娘，哪会管理公司？还有，刚才我看见文轩走了，去向文轩道歉，男人都要面子，你这么做以后，文轩肯定会被人说妻管严。许红念叨个没完，让我想上去把他嘴撕了。我深呼了一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打人犯法，撕嘴更不行。我刚平复好，许红又开始念叨：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？雅晴那么优秀，你能别给她使绊子行吗？早知道你是这种性格，我当初就应该掐死你。啪！水晶摆件破碎的声音在办公室响起。许红愣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地上的碎片。若不是他反应快，那棱角分明的摆件砸的就是他的脑袋。你……我站起身，拎起桌上另一个摆件，一步一步走向他。等我走到他面前时，他的额头已经布满汗水。我难得认真看他，他上了年纪，曾经在我心中如乌云般笼罩的人，现在也不过变成了一滴微不足道的雨滴。许红，如果你不是我爸，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活不下去。他眨了眨眼，嘴角扯动，想说什么。莫等他说话，我举起手猛地冲他头的方向砸去。许红紧闭双眼，下意识用手抱住头。预料之中的剧痛并没有出现，我的手旋停在距离他头上几厘米的地方。你敢？啪！他话没说完，我轻轻松开手，水晶砸在地上，碎片四散，和刚才的碎片融合在一起。爸，你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出国养老吧。我回到办公桌前，按下秘书室的连线电话。没过几秒，秘书就进来，让人事开除许明义和许雅晴，中午之前就要交接完离开兴盛。还有，许雅晴个人作风混乱，侵犯公司名誉，以后我不想再看见她。我点了点还没缓过来的许红。许总想出国养老，公司职位就别挂了，董事会那边也别参与了。许红声嘶力竭地喊道：许明哥，我是你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冷冷地看他，你该庆幸你是我爸。当天我回了许家老宅，难得我和我妈一起心平气和地吃了顿饭。饭桌上他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开口：明哥，妈能去德国吗？我抬眼看着我妈那张保养得很好的脸，这张脸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，她还像15年前我哭着求她别走时一样的年轻。可当年她脸上是决绝，现在是爱，是对秦安的爱。我觉得莫意思透了。我吃下碗里最后一块排骨，这是我妈亲手做的，我从前最爱的糖醋口，现在只有苦涩。把秦暖和那男人也带走吧，别回来了。我妈走时只拎了一个包。许家有她随时可舍弃的房子、衣服、包包，还有女儿。当天晚上我做了很久的梦，睡醒后却全忘了，连同那点亲情也全忘了。姜文轩出轨的热搜挂了2天，趁着热度我宣布解除婚约。行销那边编了一出故事，给我立了个独立大女主的人设。一时间网上全是我手撕渣男、脚踹小三的通稿，赢得了不少好感。姜氏这波专案断裂受了不小的损失，立马亡羊补牢，负责人从姜文轩换成姜文凡。
听说姜文轩被他爸停了职，而他在出事当天就和徐雅晴断了联系。后来徐雅晴找过我一次，她憔悴了不少，眼下有着散不去的青黑。许明哥，你赢了。听他的话，我不由得想笑。我对他从来都没有开战，何谈赢不赢？姜文轩和我分手了，你真是好本事，我这么久的钻营全都白费了。不论是学历还是样貌，我哪一点不如你？我和你体内流着一样的血，凭什么你能不费吹灰之力得到集团？凭什么我和弟弟要受那么多年白眼？明明我有爸爸，却要被人骂莫爸的小孩。许明哥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存在。看着那张愤愤不平的脸，我笑出声。这就是你上赶着当小三的理由？你和姜文轩只是商业联姻，我不是小三。徐雅晴胸口剧烈起伏，仿佛小三这个词刺痛了她。我眯了眯眼，嘲讽道：基因真强大，你妈当老三，你就当小三。这句话彻底戳中她的痛处。她扬起手臂，竟然还想打我。我直接抓住她扬起的那只手，用力一推，踩着细高跟的脚一下没站稳，硬生生砸在地上。你的悲剧是你妈的错，是许红的错。你该问问你妈，魏石魔明知道许红要结婚，自己还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，却非要生下你。问问许红，魏石魔非要商业联姻，不和你妈在一起。徐雅晴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和我论输赢？许红的血脉对你们来说是恩赐，对我不是。那日徐雅晴离开后，我便莫再关注她。她翻不起什么风浪，和姜氏的合作人变成了姜文凡。姜文凡比姜文轩清醒得多，在商言商，从不提与专案之外的事情。商场没有敌人，在我的加码下，姜氏内斗重新开始。我从来不搞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套，我信奉的是趁你病，要你命。我站在姜文凡这边，无疑对姜文轩打击沉重。有内斗就有内乱，一个集团里两股势力暗中较劲，自然会出乱子。第一个乱子，姜氏势在必得的专案被一个小企业捡漏抢走了。听说姜父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在公司当着众人的面将这两个儿子一顿骂。紧接着就像多米诺骨牌，事件一个接一个的爆发。姜氏两个兄弟本没有血海深仇，无非就是为了公司继承人之位争斗，闹成这样也该收手了。可内乱从来不是想开始就开始，想结束就结束的。趁乱浑水摸鱼的企业很多，大家都想让局势更乱一些。姜氏已经说了不算了，箭在弦上，收不回来了。姜氏易主那天，我拿到了姜氏2%的股权，不多，但能和姜氏现任董事长达成合作，共同利益才是最稳固关系的东西。这一年，我加快华美的进度，在过年前顺利上市。华美上市后，我放下手里一切事宜，开始改革兴盛集团。养了这些老蛀虫多年，我终于羽翼丰满。兴盛早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再不改革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但这些阻碍不是一个两个，即便有着华美作为加持，这场剔除蛀虫计划还是进行了3年。整整3年的暗流涌动，让我身心俱疲。但好在一切值得。砍掉亏损早就不盈利的副线，重整集团核心，大刀阔斧改革。从起初我被所有人不看好，到集团盈利持续上涨。在我终于能松口气时，我接到了美国来的消息，许红死了。他把名下3%的股权留给了我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秘书小心翼翼地问：用安排飞3藩市的飞机吗？我顿了1秒，摇了摇头。我不喜欢那边，也不喜欢那边的人。
他还给我留了封信，上面洋洋洒洒地写着他这些年对不起我，他知道错了，希望我能善待他的私生子女。他知道这3%的股权保不住他的私生子女，与其留给他们，不如搏一搏。真蠢啊！不过我都不在意了，因为不论是他这辈子，还是下辈子，或者在地狱里，都会后悔这个决定。他的小老婆、私生子女全都被我赶尽杀绝，资产收回，财产追回，想通过这点股权让我善待他的私生子女。做梦！我的人生信条只有睚眦必报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